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科技详谈 Rolling Tech，This is True。今天主要会跟大家分享的新闻呢，是 Meta 最近爆出来的一个他们内部的一个关于刷 token 的一个排行榜的一个新闻。那这个事情呢，其实也是引起了整个科技行业非常大的一个讨论啊。所以我们今天主要会分享这件事情，以及这件事情带来的一些影响，还有我自己对这件事情的一个看法。但是在开始我们正式话题之前呢，我想先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上个星期去参加了一个在新加坡的一个 SEO 大会的一些心得。那这个 SEO 大会呢，基本上是我们其中一个 SEO 的一个工具的厂商他自己举办的一个年度的一个大会。那可以讲是非常的国际的，所以其实当天来了很多从各个国家来的一些 SEO 的一些专家或者是很厉害的一些人，所以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能够跟大家去认识，跟大家去交流，然后也可以听听看每个国家不同的人的一些想法和看法。但是我其实参加了整个大会之后呢，我自己感受最深的地方呢，是我发现到现在大家都是充满着希望、充满着光明，而且充满着信心的。我觉得这个就是跟2年前或者3年前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大概在2、3年前呢，那个时候大概是 ChatGPT 刚出现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 ChatGPT 大家都意识到 ChatGPT 是会代替 Google Search 的，然后 ChatGPT 很可能会颠覆很多 Google Search 的一些使用，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都非常的焦虑、非常的恐慌、非常的迷茫，大家不知道 SEO 的前途是什么。因为如果我做好了一个 SEO 之后呢，但是 ChatGPT 却把 Google Search 的这一个使用行为给代替了，那我不是等于这么多年来的学习跟努力都白费了嘛？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都一致的觉得是一件很恐慌的东西。大家都知道未来一定是在 AI 搜索，但是怎么做 AI 搜索，没有人有任何的概念，也没有人知道该如何去做。而如果只是在做常年在做的 SEO 呢，最后得到的结果呢，却是他们的市场份额或者是网站带来的流量会变得越来越少，所以大家是处于这样子的一个比较负面的一个情绪当中。那时候从这些 SEO 大会可以感受到，不管是全世界各国都有同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到了今年呢，我可以感觉到整个氛围是完全不一样了，因为现在 AI 的趋势已经算是非常明确，Google 也是已经全力的往 AI 去冲刺，搜索也是不断的更加的往 AI 搜索去发展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可以感觉到全部人都是非常有信心的，而且大家都发现到一个最底层的一个事实，就是 AI 一定会变成每一间公司或者每一个品牌的一个代言人，或者是最好的一个销售人员。他推荐了某一个产品，他推荐了某一个品牌，就会对这个品牌带来很多正面的影响。所以这个东西就一下子让 SEO 的整个团队呢，一下子进入到了 marketing 最重要的核心的地位，就是因为大家发现到最后要改变 AI 的想法，因为要让 AI 去推荐你的品牌，只有通过把 SEO 以及我们在说的 AEO 给做好之后呢，你才有机会可以做到这个东西。所以基本上像这样子的一个 SEO 大会呢，可以感觉到真的是现场我们都是在讨论很多实际的战术可以怎么样去做，以及大家得到的一些内线的消息可以怎么样加速这个过程。大家都是变得非常的有信心，尤其是在跟2、3年前比起来，我可以感受到那个信心的指数是差别很大的。所以这个是我参加了这整个 SEO 大会之后的一些最大的一个信心，基本上也可以想象就是鸡血也被打得很满了，就是回来之后觉得学到了很多，也有很多可以应用在我的公司里面，可以应用在我们的客户身上，然后呢就感觉到整个方向有很多可以努力的地方。那这个就是我这个星期的一些心得。那接下来我们来分享这一次的这一个科技话题，也就是关于 Meta 呢，它最近爆出了一个新闻，是他们内部开发的一个排行榜被泄露出来，然后这个排行榜呢，基本上就是大家在刷 token 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排行榜。那什么是 token 呢？token 基本上就是我们在讲的 AI，其实你在使用每一次的 AI 运算呢，都是需要一个成本的。那这一个成本呢，或者是这一个计算方式呢，就被称为 token。所以基本上业界都是称呼这样子，就是比如说我今天跑了这个任务，我需要用到多少的 token 来完成这个样子的一个任务，来能够去确定他们的一个成本。当然，每一个模型也有不同的价格，所以即使是同样的 token，但是可能消耗的价格却是相差的天差地远的。但是呢，最近就在网络上面流出了一个 Meta 的一个内部的一个排行榜，那基本上这个排行榜上面就有列出了前250名，就 Meta 大概有8万多个员工，它的前250名的最 top 的这些人呢，他们使用的 token 数是多少，然后谁排名第一的。然后你可以看到很夸张的一件事情，就是整个 Meta 团队其实是使用非常非常多的 token 的。就是这个排行榜它流出的数据呢，是一个月的数据。这个前250名就是使用 AI token 最多的这些团队成员呢，他们在一个月里面呢就烧掉了60万亿的一个 token 的一个数目，是非常非常可怕的。那排在第一名的这位顶尖的这个工程师呢，他基本上就是在一个月里面就花掉了140万美金的这一个
等值的一个 token 的数目。当然这个是按照一个公开的价格啦，可能 Meta 有自己的数据中心，它是能够把这一个价格可以很大幅度的减低的。但是不管再怎么减低，你都可以看到它就是一个100万等级或者是几十万等级，这只是一个人的使用哦，还没有包括整个公司都在使用 AI 的一个数据。所以这件事情曝光之后呢，就引起了整个市场非常激烈的讨论，就大家就开始在讨论为什么你需要做这样子的一个排行榜来讨论AI token 的消耗。我们当然知道 AI token 消耗是非常重要，就是现在大家都在做转型嘛，都在做各种各样的探索嘛，鼓励大家去使用 AI 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当你把这样子的一个 AI 使用量的变成一个排行榜之后呢，它就会引起好像整个方向有一点点的偏差了，所以就开始引起整个市场上很激烈的讨论。就是很多人，包括我们自己也开始意识到，有这样子的一个 token 焦虑，好像我的公司用的 token 不够多，我是不是做出的尝试不够多？那我是不是会开始跟不上这个世界的一个进展？尤其是如果是科技行业的一些公司，可能他们就会开始思考，如果我没有这个资源能够让我的整个团队能够烧这么多的 token， 那我们是不是很难跟上这样子的一个进步？或者是如果我们必须让所有员工都配备这样子的一个 token 消耗量，那我们是不是需要烧掉我们公司很多的资金去做这件事情？而且这些烧掉的资金可能是一个赌注，它不一定能够带来回报。所以基本上市场上就有这样子非常强烈的两个声音在讨论。那基本上这样子的一个排行榜的一个行为呢，就在整个科技行业现在叫做 token maxing， 或者就是我们讲刷 token 的一个行为啦。所以就是让大家都非常激烈的讨论。那其中反对者的这个立场呢，他们会觉得是，如果你今天的排行榜是根据谁花了多少 token， 谁刷了多少的 AI 的这个数据来当做排行榜的话，那它就会让整个团队去失焦了。就是大家为了要排到第一名或者排到更前面的位置，会不断的去消耗 token， 不断的去浪费 token。但是呢，这个跟原本公司要达到的目标，比如说增加营收、减少花费、增加效率，这几个方向就是完全的颠倒了。所以很多的团队成员呢，就开始觉得，我们并不需要去达到可能降本增效的一个方向，我们的目标只是要烧更多的 token。所以我就想象我能不能够有更多的工作是交给 AI 来做。那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就可能导致公司不断的在浪费 token， 在可能生成一些无用的一些 AI 垃圾，而且所有的员工都会失焦，就是大家都开始只是 focus 在怎么样使用更多的 token， 而不是怎么样帮助公司赚更多的钱，或者是带来更好的一个影响。它那个概念很有趣，它那个概念就好像今天我们比的不是你到底做的工作对公司造成的影响有多大，但是我们比的是今天谁更晚下班，所以它就这样子有一点点失焦，就好像是如果我今天比你更迟下班，就是证明我更努力，公司就应该要更赏识我，就好像现在变成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指标，就是我今天烧了更多的 token， 那就证明我是一个更努力、更认真、更加在做 AI 转型的一个人。但是实际上这个烧的样的 token 真正能够带来的回报是一致的吗？这些都是我们很值得讨论的地方，也是让这些反对者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不合理，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向是非常的有问题的。但是呢，也有一些赞同的声音，那赞同的声音他们就会觉得呢，现在在这个时候呢，大家都在做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 AI 转型，尤其是很多传统的公司要做 AI 转型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他们的确需要一个突破的性的一个行为才能够做到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所以像这样子一个非常极端刷榜的一个方式呢，它就能够带起整个公司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方向，或者有不同的一个风气。就大家发现到，我其实可以突破我自己的心理障碍，反正公司就是鼓励我多用，鼓励我乱用嘛。所以这个时候呢，它就能够强行的改变我的一些使用行为，或者是我的一些旧有的一些习惯，我就会开始能够更加的大手大脚的去做出改变，去尝试改变。这个对于整个公司想要做转型的一个士气上面，跟所有的员工的心态上面呢，就会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转变。所以赞同的人就会觉得这样子的刷榜其实没有什么问题，而且它其实能够带来一些正面的一些讯号。那当然，因为这整件事情引起非常多激烈的讨论呐，所以这个内部做的这个排行榜的这个团队成员呢，他可能是自己要做开心的，就自己做好玩的，但是他就是发现到这件事情被暴露给媒体喽，引起整个行业这么多的一个讨论之后呢，他自己主动的把这个排行榜给下架了。但是呢，其实呢，他下架之后呢，其实也有发现到很多内部团队都在开始使用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排行榜，就是已经不只是 Meta， 而是很多公司都开始意识到这样子排行榜的一些重要性，所以大家都开始
使用这样的一个排行榜。那我其中看到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案例呢，是中国的这个汽车公司理想呢，它的这一个创始人理想呢，他就分享了他们团队也在使用这样子的一个刷数据的一个排行榜，然后他自己得到的一些心得。那基本上的概念呢，就是他发现到呢，这些排在排行榜顶尖的这些人呢，他们都已经做出了很大的改变。而且呢，这些人都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特征呢，就大家都有一个相同的一个特征，就是他们其实在 AI 之前的时代呢是非常吃亏的，因为他们都是一些脑袋很聪明，但是不擅长表达、不善于去言辞的一些人，所以他们可能在没有 AI 的这个时代呢，他们的东西很难被放大，或者是他们的这个能力很难被大家看见，所以他们在市场上，不管是在老板眼中、在客户眼中、在团队眼中呢，可能都是一些比较吃亏的一些角色，他们没有这么容易被大家能够认可他们的这个实力。但是到了 AI 时代呢，就好像是整个世界都围绕他们在转了，因为他们现在能够透过 AI 呢，把自己所有做事情的方式都完全改变了。所以理想反倒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实验之后呢，其实他的这些顶尖团队呢，现在做事情的方法跟以前是完全不同。他们利用 AI 把自己的业务完全的重新改造了一遍，重新以新的方式、新的做工的模式、新的一些流程呢在进行。所以他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方向是很正确的，而且他也发现到现在对于人才的定义已经是不一样了。以前在找的都是一些更加会表达、更加能够说服别人、更加能够帮助公司成交的一些人，但是现在呢，在做公司转型的时候，需要的人才跟以前需要的人才是完全不同的。现在需要的是真正知道自己业务在做什么，真正有这个能力、有这个头脑，能够去把东西做得更好的人。以前他们局限在人，局限在需要更多的资源、需要更多的钱才能做到东西，但是 AI把这个东西完全打破了。现在他们能够只用 AI 算力这个事情，就直接能够让他们做的事情直接翻倍的效率的提升，或者是带来可能翻倍的一个业绩，所以他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那我自己的立场呢，我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新闻之后呢，我自己带来的一个看法就是，我会觉得浪费呢，它其实是可能是一个转型的一个必要的成本，就是因为如果你今天呢，你下达给你的团队的那个方向是我们想要做创新，现在大家需要去做探索，但是同时间呢，你又告诉他我们是不允许有任何的浪费，你是不能够随便的花掉你的 token，你用的每一个 token，我们的团队都会去检查你是不是用在对的地方。那其实这个时候呢，就会让整个团队陷入一个非常两难的一个处境啊，就是大家会开始变得很左右为难，就是他发现到，如果我想要去做创新，但是这创新的同时一定会出现一些浪费嘛，我可能需要测试之后发现到这个东西不能够跑得通，我需要换个方法。但是呢，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却是被你的可能内部的 finance 的成员呢去质问的，那这个东西就会让我觉得我好像不应该做这样子的一个冒险，所以最后大家都会做的一个做法呢，就是大家都会选择原地不动，因为我往前走的话，或者是我往前探索的话，我带来的好像是我惹了更多的麻烦回来，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会只会往这个方向去前进，那就变成是整个公司就没有人去做探索了。所以我就发现到，从某个角度来讲呢，如果你今天不能够允许你的团队成员呢去使用更多的 token， 去使用这样子适当的一些浪费呢，其实是很难有一些突破，或者是很难有一些转型的。所以，如果要让大家解除这样子的一个心理障碍呢，身为团队的领导者呢，你必须做的事情就是你必须真的是展现出你的这个决心，展现出你想要让大家真正去探索的这个决心，甚至让大家有一个感受，就是你在浪费这个 token 也是不用紧的，甚至很多公司都是直接开出，就是你可以无上限的使用 token。比如说这一个季度里面，你可以无上限的使用一个 token，我觉得它是可以分成时间线的，就是你可以把它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因为你是要改变整个公司的风气，整个公司的文化，你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文化，这个时候呢，可能浪费是一个非常必要的一个成本，你就必须把它当成是一个转型的一个学费，它是必须要花的一个学费。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必须做的，才能够让整个公司看到一些不一样的方向。当然，到了阶段2之后，你可以做的东西就是，当你意识到可能大家真的是有一些突破，这个方向可能是可行的方向之后呢，你才开始把整个东西给收回来，告诉大家接下来开始都是要往这边去。然后，如果你想要做新方向的探索，可能你就会有一些局限的一些预算，或者是超过这个预算的需要得到一些审核才能够获得这样子的一个预算。所以我觉得更好的做法可能是它是需要去分阶段的。但是呢，最后我们在追求的目标一定还是能帮公司带来更好的一个结果，不管是更好的营收、更好的利润，甚至是减少更多的人，都做到更多的效率，基本上就是我们讲的降本增效，或者是
增加更多的收入，减少更多的开销。我觉得它最后的方向一定是往这里走的。但是在走到这个方向之前呢，你需要经历第一个阶段的那个非常痛苦，让大家不断的去烧钱的这个过程。那最后我来分享一下我对于这样子一个 AI 转型在我公司的一些看法。基本上在我这样子观察下来，也不只是我的公司啦，包括很多社交媒体或者是我朋友啊，或者是我看到的这些很多的一些人的分享呢，其实我都发现到所有的打工一族呢，他们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在面对 AI 转型的时候呢，第一种人呢，他们的心态是他们会觉得老板或者是他们的这一个领导团队呢，会用这个 AI 来取代他们。那第二种人呢，则是他们发现到他们能够用 AI 很大的增加自己的个人能力，但是呢，他发现到如果他把这个能力交给公司之后呢，比如说他把这样子的一个成果回报给公司之后呢，公司就会一样是要么取代他，或者是要么发现到他之前在做的一些事情不再具有这么大的一个价值了，所以他为了不让自己在公司失去这个价值，他选择守住这样子的一个地步，就即使他自己已经往前探索了很多，他也不回报这样子的一个成果。所以这两种人，我觉得他们的共同的一个方向，是因为他们发现到，即使他们帮公司赚到了更多钱，或者是帮公司获得了更好的一个成果或者更好的利益之后呢，他们其实分不到这些利益，或者是他们分到的利益是变少，或者是他们的价值感反而是降低的。所以这个时候，为了保护自己，他们就会站在自己的角度，毕竟他们也不是创始人团队，所以他们没有必要为了公司把自己的所有的努力给奉献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回到刚刚那两种人，就是一种人是非常害怕、非常担心、非常拒绝改变、拒绝学 AI、拒绝把这样子的一个成果交上去。另外一种人则是更加的聪明，他们会做的事情就是，你公司让我可以不断的烧这个 token，不是？那我就很努力的烧 token，去做很多的学习，增强了我很多个人能力之后呢，我把这些能力收在我自己这里，这样子等到我以后跳槽的时候，我就有更加多的一个价值可以去谈。我选择不把我整个团队的一个成果给交上去，这个对我来讲，身为打工一族，这个是一个最明智的一个选项。这个是我自己观察到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些人。所以呢，我自己最后的总结和看法呢，如果想要完整的解决这个问题呢，我觉得第一步就必须是把未来的这个利益呢，直接先跟你的团队给分好，就是你必须让你的团队能够完全的放下他的戒心，完全的为了整个公司一起去努力嘛。所以你必须让你的团队意识到一个东西，就是你们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并不会被裁员，相反的，你们会获得更好的一个位置。你必须答应他们，不管是口头答应，或者是直接跟他们签署合约，你必须让他们看到他们做出了这样的改变之后，对他们是很大的一个好处，可能他的薪水会上，可能他会分到更多的一些利益，可能他能够带来更多的一些结果，同时间公司是会记得认可他们的这些结果的，这样子他们才会愿意全力的去拥抱 AI， 全力的去帮助你探索 AI 如何去帮助公司把公司的业务、公司做事的流程给重新重构一遍。那对于一些比较个人利益优先、比较自私的一些团队成员呢，我觉得你能够做的就是及早的发现这个事情，如果能够让你的公司的方向跟它是 align 的，那就可以尽早的完成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你发现到这个东西可能未来走不下去的话，其实我觉得止损是一个更好的做法，因为它可能就不是你需要的一个人才，你可能需要再找寻下一波的人才，或者是从其他一些不被看好的人才们，可能你能够从里面发现到一些更好的机会，或者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成长。所以我觉得核心的目标始终都只有一个，就是如何去把公司的前往的方向，公司要转型的这个方向，以及这些个人们他们的利益给 align 起来，这样子大家才会共同的往同一个方向去前进，大家才会更加的无私去分享自己 AI 的一些成果，这样子你花费在 AI token 的这件事情上面才会变成一个更加有意义的一个花费。所以未来一定是属于 AI token 的一个世界，可能人才或者是人力不再是一个更加重要的一个指标。如何让你的团队更加有效的去使用这样子的一个 AI token， 真正的帮助公司造成一些实质性的改变，我觉得是每一个创业者或者每一个领导团队都应该开始去思考，甚至已经在执行的一个方向。我觉得这就是未来的半年到3年里面非常重要也非常急迫的一件事情。那这个就是我今天的一些分享，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谢谢大家，拜拜。